位乡亲父老、兄弟姊妹、老丁就老卡、阿母就阿爸，将你辛勤的一票、宝贵的一票投给我。单品论，感谢再感谢。哎，评论，你在做什么？我们现在身上不是有2件都很像的衣服吗？嗯，对。其实呢，我们不是要去参选什么议员、里长或者相关的主任。其实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上面有一个 logo？ 你自己身上也有神圣之都。为什么会叫神圣之都？全新的节目要透过镜头，让各个宫庙在地的文化，让更多年轻人来知道我们台湾在地蕴含的很多的宫庙的文化跟他们的历史。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呢？我不是跟你说，我们来到这边，后面那么大的背景是龙山寺，我们就是要来这里拜拜啊。哦，难怪，我觉得现在看起来这边很多国外的游客跟香客。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吗？你刚刚不是跟我讲说，在开始之前要先带我去一个很神秘的地方，真的什么地方？对，没有错，这个地方非常值得大家一去。我相信呢，家里每个人有拜拜的都有这个需求。那我现在好像很神秘哦，走，就带你去吧，看看吧。好。昌毅，等一下，你看，你说你要带我来很特别的地方，我看到地上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瓷砖，为什么要带我来这边啊？这里呢，就是我们最具特色的艋舺佛具街所有的我们有关于拜拜的东西，这边都买得到。关于神明上面的饰品，也都是买得到的。我们老板娘已经在等我们了。好，走。季啊，我看这边好像很神圣、很庄严，很多佛像，而且好像我看到外面有很多的什么虎爷啊，这种各式的佛像之外，这里是不是好像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历史定位啊？是不是我们好像称说这里是manga的佛具一条街啊？我们早期的人他来我们台湾，就是要定居在这里啦，对啊，然后就是生活可能就是要打拼啦，对。所以生活要有一个重心呐，对啊，所以就会想说有一个信仰啊，然后其实我们就算我们的祖先啊，我们也是需要有人供奉啊，对，所以就会渐渐的形成这个佛具街这样子，对啊，就越来越多人嘛，对啊，因为大家有需求啦，对。那既然那么多人开始要拜拜，然后要供奉我们的祖先，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神像，它有不同的意义？然后像这边我们自己店里面有比较特色的神佛，或是你们觉得在周遭配件的东西，对你们来说是比较特色的吗？因为我们临近龙山寺嘛，对啊，因为龙山寺是供奉观世音菩萨嘛，对，而且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都说家观世音啊，它就是观世人的声音啊，有这个意涵，有这样的含义啊，所以他闻声救苦啦，所以有需要的人大概都会朝向这个方向去选择。比如说，我如果今天拿这一尊神像我想要就是让它就是不一样的感觉的话，你们也可以就是帮我们客制化吗？可以，基本上我们客制化就是，客人可能他有他要的脸相，或是他要的首饰，对，然后他的穿着啊，对，他有所选择啦。那可能我们现成的不符合他的需求，对，所以我们就会跟他说，那我们是不是来选择定做？所以就是互相做个讨论这样，然后再请就是老板娘这边的专业的师傅下去做雕刻这样子。我们基本上会先问客人家里的方位因为家里可能有很多地方嘛，对，那最主要拜拜就是要求平安，平安的就会赚钱，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要选择一个比较适合主人配合他的，人家说的生辰八字，生肖，这样子来看要安在哪个位置这样子，然后再来选择一个良辰吉日这样子，对，看要买多大的桌子，然后再配多大的神明，还有炉啊、祖先啊，就是这样子买成配套一整组的。是啊，安尼你才真正专业的呢，为经佛具、经神桌，还有经历金嘛有，都一条龙处理啊，安尼咱就免分遮侪件，去甲人沟通啊。一条龙，对啊，是安尼啦，因为
服务嘛，总是即马总是唔免互人客安尼总来个总去，对啊，时代嘛无共啊。这样子真的很方便我们的一些年轻人，或者是说想要供奉神明的一些信众这样子。是啊，对啊，嘿啊。畅畅你在干嘛？为什么要宝贝？哇，品伦，我现在跟你讲哈，我们现在呢想要帮观世音菩萨来选购我们的佛帽，还有我们的佛衣，这样富丽堂皇的感觉。对呀，布灵布灵的，而且你看像。这里的佛帽这么多不一样的，有3种不一样的，我就想要请一下我们的菩萨做主来选择他想要戴的。你是被猛一公喜欢戴哪一顶帽子，或是哪一件衣服这样吗？对，你看这里有那么多件衣服，有那么多的神佛的帽子的配件，到底要怎么选择，或是每一尊神明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意涵？要戴哪一种帽子，穿什么样的衣服？有啊，像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呢，他会戴这个五方帽，是因为代表五方佛的五方的智慧，上面有5个佛字，对，5个佛字这样子。那因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经济能力有考量，所以我们就挑选我们可以的，然后来做一个请示的部分。像你看这个有黄色啊，有白色，这个就是我们观世音菩萨可以穿着的衣服。那我们也是来问他说看他喜欢哪一件这样子，那我们就来做采买的部分。里面还有别有洞天呢。对啊，里面还有绣花、莲花，那每一件的功法都不太一样。那所以在宝贝的时候都可以请示一下观世音菩萨。对，跟人一样在挑选衣服，自己有自己想要的服装搭配的风格。那其实除了你宝贝可以去问他说想要选哪一件衣服之外，是不是他们的衣服都有各自不同的意涵啊？有，像观世音菩萨，他就是一定要穿这种莲花衣服。莲花对，那就代表着象征着我们佛教的那个出淤泥而不染。对，圣洁的意涵。对。然后还有一些蜻蜓啊，一些相关的那个中国风格的一些图像的画。对，没有错。像现在啊，我就想要给菩萨选择嘛。那现在菩萨既然选择完了，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龙山寺的主神观世音菩萨。这就是你带我来这边的原因吗？对，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么一大圈，原来就是要讲这些故事对啊，那像我们通常菩萨的话，我们在家里通常供奉的都像这样子，我们手持宝瓶，然后跟佛珠的，代表着就是他要帮助我们，然后帮助众生的意思。对，这个是大致上的方向，那也是帮助我们家里的人可以平平安安，然后健健康康这样子。那中间这一比较特别，我看你刚刚讲有佛珠，对，然后还有圣水，那个是什么瓶子？宝瓶，对，这里没有，他拿的是一个好像是如意还是手绢啊？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呢，我们佛教的普门品。那这一尊的样子就跟我们等一下龙山寺里面主殿观世音菩萨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那手持普门品呢，就是要来解开我们凡人的智慧，然后开智慧，来解除所有我们善信众的所有的困难。见闻帮他开智慧，可能对，头脑比较混沌的时候。祭拜我们的观世音菩萨，他的智慧就会开给我们这样子。对当然你自己也是要去思考你现在目前遇到的困难窘境才有办法去迎刃而解。这样就是正向去面对每个问题。对，没有错。那像如果菩萨衣服穿起来的话呢，就会像这个样子。对，很庄严呢。对，而且它旁边那个毛啊，这样子弄起来就是整个是很漂亮，然后很有意涵。这样是不是整个感觉就是不一样？来介绍一下我们前面这边的部分，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供奉的时候会有的香炉啊，对，然后跟我们的供茶桌、供茶杯这样子。那品伦，你有发现一件事情吗？你有发现这2位？有，对，这个不是什么金什么？不是哦，那就错了哦。这个是我们呢观世音菩萨的左右护法。可是他看起来很像太子因为都是小孩子。对，因为他们都是小孩子。这个呢是善财童子，那这一位呢是龙女，那他们2位呢是我们观世音菩萨的左右护法神。他们有特别的意涵吗？是护法观世音菩萨在行道或是任何帮民众解惑的时候，他可以替他们打先锋，或是先了解什么
地方的东西吗？对，他们就是呢，帮助我们观世音菩萨来弘扬这个我们的佛法这个法门、这个部分。对，嘿。那这一尊跟那2尊又有不太一样的感觉，是，我看好像除了大小尊之外，它的法相什么好像也不太一样。其实呢，大致上2尊的法相其实是差不多的，只是说你看这一尊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对，它有过彩绘。对，那这一尊的部分它是不是比较素雅？对，那因为我们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像我就很喜欢这样子的，有彩绘过的样子。是，那这边可能品伦你比较喜欢低调一点，比较喜欢素雅一点，还是有点奢华。对，所以每个人呢想要奉请的就会不太一样。原来如此。对。而且呢，我还有一个重点哦，一定要跟观众朋友讲，不管是今天我们在佛具店请的神明啊，或者是说你到别的地方请的神明，一定要经过开光跟入神的仪式哦。那如果没有经过这道手续，就把它拿回去家里随便乱拜，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啊？这样子的话，其实真的不太建议，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我们大家这样子做，因为毕竟这都是有像的部分，那到时候如果不太 OK 了，那也比较不好处理。对，所以还是希望就是每一位观众朋友可以循规正矩的，就是来帮助我们的仙佛到我们的家，保我们的平安，那也就是走正规正道，来去安神啊，安神位啊这样子，然后能让我们一家团圆和乐、平安健康。没错。然后品伦，现在我就带你先去一下龙山寺，刚好有预约了黄老师哦，那么搞刚，对，走吧。好，走。评论，对，我们2个既然要来拜拜，可是我们双手空空，怎么办？没关系，我知道，我们龙山寺这边有一个特别为大家服务的地方，这边就有在卖贡品。企划大哥，我需要钱，我要买贡品。来买。那我们今天就来买贡品。因为你知道拜拜还是要尊师重道一下，我们要尊重我们的神佛，还是要准备一些贡品，让他们可以保佑我们平安。对，那我们现在就来挑选吧。拜拜要买什么东西来祭拜我们的神佛啊？如果呢你求好事要发生的话，当然就是买我们的花生糖，好事发生。好事花生。然后呢，我们是不是要祝我们的电视台呢？没错，我们这个新节目啊，要介绍大家认识神佛的一些文化，所以我们要旺。然后通常呢，贡品的话，我们会想挑3样，基数会比较好。是。那因为这边是佛教的。对。好像没有杀生，不拜猪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是都可以挑素的就可以了。那因为我本人喜欢吃沙琪玛，那我们就再买个沙琪玛。好啊，那我们就去付钱吧。好，走。好，谢谢。观世音菩萨在上，弟子陈品伦，弟子刘昌义。我们希望透过《神圣之都》这个节目，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了解台湾在地宫庙的丰富文化蕴含。也希望呢，神佛保佑我们在拍摄期间可以一切顺利。那当然是要保佑我们收视长虹之外，也可以透过这个节目让更多人知道历史之外，也让我们节目可以获得金狮奖的殊荣。感谢菩萨，感恩菩萨。我们去找老师。好，走。老师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这就是我跟你介绍的我们的龙山寺的导览黄老师。老师跟我们镜头介绍一下您自己。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龙山寺的导览老师黄威祥黄老师，很高兴今天能为大家分享龙山寺的这个建筑还有神明的故事。老师啊，我今天有看到很多的国外的香客，对，那不管是有韩国的，或者是香港的，或者是日本的都有。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边会有这么多的香客呢？因为龙山寺它距离捷运非常的近，那同时它周遭有很多的那个特殊产业，像是夜市，
青草巷，那古迹剥皮寮，那所以很多的观光客他慕名而来。哦，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所以吸引很多国外观光客来我们台湾，一定要来到龙山寺祭拜一下，然后也跟神佛求他的疑难杂症可以透过神佛帮他解决，对不对？没错。那是不是听说龙山寺的历史好像蛮悠久的？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龙山寺的历史。是，龙山寺是一座清代建立的庙宇，那它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85年左右的历史。哇，龙山寺的历史，你刚刚说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跟它的缘由是从哪而来？然后是不是有一些先民怎么样打拼，到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精神象征，大家都会来这边拜拜？那其实龙山寺它非常靠近我们的母亲河，就是所谓的淡水河。哦，是。因为有河港的关系，所以说当时有很多泉州的民众，他们是搭着木造船只来到这个地方，那并且落地生根，随后才建立了这座庙宇。我们龙山寺的主神其实是观世音菩萨，也就是民间常说的观音佛祖。哦，是。它也比较好像我们一个女神的感觉，比较亲民这样子。像我们民间常把它称为观音妈，就是观音妈妈的妈。那所以说它就像母亲一样这样的慈悲温柔，所以它又被尊称为慈悲之神。我很好奇哦，老师刚刚讲到观世音菩萨，他一个应该比较西方的神佛，那我们很多其他神祇都是比较算中方的神佛，是不是有一些中日或是其他不同的神佛的一些交流，透过龙山寺其实都有完整的呈现，也帮大家来解惑啊？可以，那待会我们会走访后殿。那其实这个密码就是说这个还有密码，对，它有密码，那个密码都隐藏在龙山寺的对联上面。对联，对，它其实有记录到说这些神明是什么样的原因来到这间庙宇。好诶，好诶，老师，这样我蛮好奇的。那我们是不是赶快去找解答？对，我们可不可以赶快去找解答？好，那我们一起往后殿移动。好，走吧。哎，老师，我们刚刚在一阵很安静的时候，突然看到旁边有一个志工大姐，她拿了2块木头，在那边敲，然后发出了咔咔咔的声音。这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涵吗？这个其实是佛教当中的一个仪式，叫做打板。打板为什么要打这个板？因为它其实是提醒神明，还有在这个四境的众生，是可以用五斋的。用五斋哦，那就跟我们上学的时候有钟声提醒我们要吃午餐是这个意涵吗？是一样的。像他刚刚打板的时候，其实有搭配佛教的那个一些那个寄语啊，他就写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阿弥陀佛。这样，所以这不能乱敲的，是有意涵的。跟我们好像以前可能想象中什么3更半夜要敲那个锣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对的，是不一样的。那是小天使。对。好，那考2位主持人，是那我刚刚讲的建筑密码啦，那大家有在这个方向有看到什么吗？建筑密码啊，有啊，有2座很大的那个灯笼的那个装饰，上面还有那个大的那个像是名称的东西，这个是答案吗？这个其实是神明的名称，其实我们要讲的密码就隐藏在这个对联的上面。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上联全地的那一个对联？多闻那个什么字？多闻海市，一沾珠气。是，它这个其实密码是最上面的那个字泉。哦，泉。对，大家先记得这个泉字。第一个泉，泉。对，泉水的泉。然后再来，我们看到下联胶原如绣，雾足以偏瀛洲。那对，那关键字还是最上面的那个字胶。主持人知道胶是什么意思吗？胶。考主持人。胶是船还是就是船筏的那个竹竿啊？不是，我想到郊外去郊游，去郊游。跟2位主持人报告一下，其实啊，胶这个字它代表的是那个贸易工业。它其实就是船行的意思啊。哦，对，那泉胶2个字加起来，其实就是指泉州人的交行，他们的贸易地点也是往泉州。我们来到后殿，好像很多不同的神祇，对不对？老师可以稍微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有很多不同的神祇。像我们来到这边是文昌帝君嘛，对不对？我们现在这边看到的位置，它是文昌帝君，它是掌管这个功名跟官禄。功名跟官禄。
等于说是学习之神。古时候我们如果要考什么状举或什么，就要跟文昌帝君来祈求，对不对？没错。这里有城隍爷、福德正神。对，那我们看到福德正神，其实他就是土地公。是。对，那好像是不是也是财神爷之一？对，土地公，因为以前的人观念是有土司有财。哦，对，应岁思月。那在祭拜土地公的时候，是不是有特别的一些文化，或是哪一些贡品是比较特别，需要民众在准备的时候要特别准备那个东西，让土地公爷爷可以开心？贡品表达的是我们的诚心跟敬意，对。那原则上就是量力而为，量力而为。然后我们尽全力，致完美，忘得失。就是我们除了拜神之外，其实自己心里也要沉静，对不对？没错。来到这边比较不一样了，因为刚刚有一些日式或者是其他宗教的神明，这个是比较属于我们道教吧。天上圣母这个神尊神旨是从什么样的来由而来的？妈祖娘娘其实是我们那个福建一带非常有名的神明。那她不管是道教还是民间信仰，大家都非常尊崇她，是因为她也是海神信仰的。如果说了你真的有这个晕船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你只要那个在心中啊默喊说那个妈祖帮我，或妈祖救我，他其实都会有所感应。有这样的愿力，这样对，没错。声音的这个愿力啊，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左右两边是那个有千里眼跟顺风耳，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的心声传达不到妈祖娘娘的心中，因为他们都是非常认真的。所以这两尊算是他的左右护卫吗？还是他的神兵神将？没错，这其实算是左右护法。它有什么样的意涵吗？有，其实因为那个海是非常广阔的，是，那所以说其中一位是千里眼将军嘛，他就是可以看得非常的远，就是千里远，对，然后很远，完全不会遗漏这样子，所以他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他比的是这样子，就是可以远看。那顺风耳的话呢，就是海上，因为刚刚讲嘛，非常的广阔，对，那他也要听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为什么叫顺风耳？因为随着海风风声，他就可以听得非常的清楚，然后他会把听到的声音转达给我们的妈祖娘娘。是，像是我自己本身是海军啦，所以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在船上就要特别去延伸到要画那个哪边多少远的距离的那个船只是什么样的船只，就好像透过千里眼顺风耳一样，我们用望远镜看，然后用什么或者是很大的机器来听，透过雷达，这样才可以知道说我们在行海过程当中可以很平安，有哪一些危险可以度过它，这样子对不对？没有错，同样道理，没有错，就是在有形之中有我们的雷达，那在无形之中又有妈祖在庇佑我们在海上的平安，还有千里眼顺风耳护持着。一方面也让自己心里可以平安的，然后把所有工作都做得很顺利。对。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祝生娘娘殿。那我们在祝生娘娘殿这边，其实祝生娘娘也是我们那个民俗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神明。对。那她其实司掌的就是生儿育女。生儿育女，最近大家这个议题还蛮夯的，就是大家还是希望要多生小孩。对。所以这个祝生娘娘就有很重要的地位了。没有错，那其中最特别的地方，我们要注意它那个最前面，祝生娘娘神龛的神桌上前头那个有那个一盆花，那个花其实是有象征的意涵。像我们可以在那个花上面看到红花跟白花，红花白花，它有什么样的意涵吗？因为好像有很多花是有花语的，像玫瑰花可能是浪漫或者什么这种花语。那红花跟白花它的象征意义又是什么？其实，在民俗意涵里面来讲，红花象征的是女生，白花象征的是男生。那所以说，很多人会来这边求子的同时呢，甚至有人会做一个换花的仪式。换花，通常呢，这个换花的意思是要怎么去做？比如说是因为今天我怀了男生，然后我想换成女生吗？这是有办法吗？我怀了女生，想要换成男生。这个是有办法的这个其实一般来讲，我们第一胎因为先求有再求其他的，所以说第一胎我们通常不会要求。那但是第二胎以后，如果说你希望说你第二胎是女生的话呢，
有得到祝生娘娘的允许，那他们会自行携带白花来换红花回去。哦，原来是有这个意涵在。这个很特别耶，而且我们以前在拜祝生娘娘的时候，我们只会祈求说啊，希望让我们可以得子，对，或是得女这样就好。可是也没有像刚老师讲到，有花可以换这件事情，就好像我们在拜财神也可能会换财神发财金这种意涵，对不对？对，没错，没错。所以说，透过今天的介绍，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段历史，真的非常有趣。老师，那我还有看到祝生娘娘旁边啊，还有前面都还有几尊那个神明啊，也都是女生的感觉。是，那这几位是？这几位其实是那个祝生娘娘的助手，那个其中2位是剑士跟印士。女生也是需要受人保护的，所以其中一位他尊者，他就会拿着剑，那另外一个拿着印象征的就是神明的位阶，他的身份，他的官印，等于说以前的人不是有皇帝写指令吗？神明其实就是类似位阶很高的掌管者嘛，那他会透过印章，只要有许愿或者是有证明，他就会盖印。就代表说我认可这件事情，没错，没错，等于说是公文的意思。除了这2位之外呢，旁边还有装扮的助手。为什么说是装扮的助手呢？因为4位的分别拿的是花、粉、镜子吗？对，镜子。然后夹，对，夹是女生的夹盒，就是它里面会放很多的，对，会藏很多的东西。这4位女神是来帮我们的祝生娘娘装扮的吗？没错，原来是真的是这样子。没错。哇，这个意涵很深厚。对啊，如果我没有遇到老师，我真的不会晓得这些问题耶。对。所以也是希望透过镜头，让老师的知识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原来我们在拜的同时，还有那么多的文化意涵。对，是。刚主持人不是有讲到类似产婆助手之类的，对，其实这个也是在的哦。那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其实这边有12位婆子，那他其实就是12位祝生娘娘的助手。他从一个小孩子还没出生助胎到后面的照顾，通通都有帮忙。该不会照顾是从小到大？没错。哇塞，那是从出生一直到很长大之后，这样的照顾都是有的。12位其实12位，所以1个月1个。对啊，1个月1位，1个月1位来帮忙照顾，然后都各司其职，有不同的职务，这样嘛。很棒哎。对。然后在这个民俗的意涵来讲的话，他们就有很多的说法，像其中一种最为知名的说法呢，就是孩子啊，随着每个人不同的因缘际会啦，对，有可能会生到6个好的，也有可能生到6个人不好的，就是12婆者的其中一种象征。那另外还有一种讲法，就是像刚刚讲的从小到大照顾。那原则上呢，祝生娘在民间信仰来讲，它是照顾小孩子到16岁。16岁到成年之前这样子。对，那到16岁之后呢，民众一般会带着安姑柜，然后来这个地方来答谢祝生娘娘，谢谢她的照顾。昂姑柜的意涵有特别的用意吗？譬如说它的形状，或是它的意涵是包含在里头？有的，像我们如果仔细看柜的最上面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龟壳的一个形状。那龟壳其实象征的就是长寿健康。对，长寿健康。那红色就是吉祥的一个象征。对，吉祥又长寿，没错。只要你有这个心，然后祈求，诚心祈求就可以得到，就可以了。没有错。好，那老师，我们再往下一店走吧。好。老师，我们看到啊，这一店是关圣帝君。我知道好像很多可能在做生意，或是可能有一些比较武方面的一些工作的人，或许会来拜关圣帝君，对不对？没有错。第一个，因为商人啊做生意讲求诚信。对，诚信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要童叟无欺啊。是，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跟关圣帝君呢，就是关公的传说故事是有一些关系的。因为在过去啊，
大家那个知道关公他曾经被曹操俘虏过嘛？对。那他有定下降汉不降曹，还有一些那个条件啊。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说，他如果知道他的哥哥刘备没有死的话，他就无论多远，他都要回去追随他。那曹操非常赏识一个这么忠诚的一个人啊，所以说他准备了很多金银珠宝、美女，然后来贿赂那个关圣帝君。对，来贿赂关公。是。那希望能够笼络他。结果没想到呢，他关公只要收到那个任何的金银珠宝或者是美女，他都用一本簿子把它记下来。哦。一笔一笔的写得很清楚，什么时候收到，然后是什么项目这样。结果等到他真的打听到那个刘备真的还活着，并且在那个袁绍那边的时候，他马上就要那个回去投靠刘备。结果呢，他就把那个整箱的金银珠宝，甚至是美女啊，连着那本簿子都还给曹操。那还给曹操，所以民众也认为说，那个关公他就会懂得记账。哦，原来是有这个含义在，深远哎。对啊，对，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说民众就把他尊奉为武财神，因为他武功也非常的高强。对，文武并用。是，那老师，我们看到旁边有很多的观光客，好像都来是求月老吗？我们龙山寺的月老是不是也很特别，也很灵验？是，那我们龙山寺的月下老人其实是在台北非常有名的一个神明。那很多民众特别来到龙山寺来这边祈求月老，希望能够找寻到他自己的真爱。是，老师在祈求月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配包规则？因为有时候祈求神明的时候，不是要一步一步来嘛？那个规则在求月老的时候，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细节？有的。那一般我们在那个向月老祈求之前呢，不要忘记要先把所有的神明都先依序参拜完。那等到参拜完的时候，我们来到月老的前面，那我们会先拿一副杯面向月下老人，那跟他讲述我的姓名、出生、生辰、现居地址，然后并且那个阐述说，我希望向月老您祈求一条红线，因为红线就象征的就是姻缘。那宝贝，老师，我打岔一下，既然说到姻缘，要求的时候会不会特别要跟月老星君讲，要月老讲一下说，我希望我的对象他的很有钱，条件是怎么样？这种有没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是不是要特别提一下？有很多民众会这样子那个讲出自己心仪的对象的条件。那我想月下老人啊，基本上也很乐意为大家寻求合适的这个对象。那在我们在祈求月老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准备一些就是来参拜月老的贡品？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祭拜月老，我们其实观察桌上的贡品就会发现，大部分都是甜食。对耶，为什么？这个是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感情是甜甜蜜蜜的，没有人希望是苦涩的或者有酸味的。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准备月下老人的贡品，我们以甜食为主，是因为我们龙山寺的主神是观世音菩萨。那根据汉传佛教的看法，汉传佛教会希望说，我们民众大家来参拜，祈求自己平安的同时呢，也要慈悲的照顾所有的众生，这个众生也包含了动物。所以说，我们要记得来龙山寺那个拜拜准备贡品的时候呢，请拜素食。好，要请拜素食哦，这很重要，要记起来。对。那老师，我们是不是要有什么样的方向？先放到那边吗？不是吗？我们先要拿着贡品。是。老师，我们的龙山寺的建筑看起来是蛮有特色的，然后也蛮有历史的。对，那可不可以请老师呢帮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其实我们龙山寺这座建筑物，它是汉人所建立的建筑物。那汉人对于庙宇建筑基本的观念来讲的话呢，是纳福、驱邪、驱赶走那个邪祟这样子。那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庙宇，不管是那个钟鼓楼建筑，甚至是正殿、前殿的主体，发现很多的装饰。举例来说的话，像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屋顶上这个剪黏的这个装饰。那什么是剪黏呢？它先用那个灰泥
做出像例如说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乌龟，然后有鹤，有鹿，然后有龙，之后再用我们吃饭的碗。然后把它用剪刀去剪成上面一片一片的这个鳞片，在它水泥没干之前镶上去，然后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形状。那这种工艺手法叫做剪黏。剪黏，哇，好特别哦。因为其实我们汉人的建筑，它主要是木装饰跟石头的装饰为主。那这个木头啊，像刚刚我们讲到的这种装饰，它也跟风水这种堪舆观念啊是有一些关系的。像上面龙跟凤啊，或者是那个乌龟，甚至有些地方它还有乌贼、螃蟹之类的装饰呢，是因为木构件怕火啊，它用那个水来镇火这样的一个意象。对，那同时我们台湾又是一个海岛国家，那海岛国家就是会希望物产丰饶嘛，渔获丰收这样子。那所以说，他就用了很多这种水族啊，就是水生动物的装饰，来装饰寺庙，用这个意象，然后来代表这个水的部分，这样没错，没有错。我们现在前面看到的龙柱装饰呢，其实它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龙柱，日本时代就有了。对，它是那个匠师啊手工雕刻而成的这个龙柱。那这种龙柱呢，它其实我们看到它是单一条龙嘛，是。那这种叫做盘龙柱，盘龙柱，它盘踞在这个龙柱子的上面。那龙本身是一种吉祥动物嘛，那所以说寺庙就很常用龙这样的介于神话之间的动物来装饰寺庙。那这个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啊，想考考主持人，这个大家一般有没有注意到那个龙的爪子是几爪呢？3爪吗？你可以数一下。这边看起来是4爪。对，没有错。对，这其实是4爪。那一般的，如果我们去看那个皇帝的服饰啊，对，它的应该是5爪。5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分？因为其实庙宇不是皇帝的行宫，所以说以前的人讲求礼制嘛，我们一直在强调有一个高低这样子。没错，它有一个位阶的这个区分啊。那所以说我们神明以示谦虚啊，那就会变成用4爪来装饰，要不然在以前很严谨的时候可能会被砍头。这很严重对啊，难怪那个庙宇的部分都是3爪龙或4爪龙。对，就祭拜神佛的同时，也是要尊敬的皇帝这样的地位。没有错。所以说，在这个去参观其他的庙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庙的龙柱是5爪还是4爪。那如果5爪的话呢，有可能它就是玉皇上帝，甚至是其他皇帝神格的那个神明。然后所以说才可以用5爪的装饰。那老师又让我们学习到一个知识。对啊，可以用这个龙的爪子来去辨别这一间庙供奉的主事的神，这样子。对。剪黏是一项传统建筑装饰艺术，类似于瓷片拼贴。首先用灰泥塑造形状，然后剪、敲、磨彩瓷片，粘贴于泥塑表面。创作出人物、神兽、花卉等。传统材料是碗盘，巧匠按弧度与花色自由组合，每件作品都独一无二，色彩斑斓。那像寺庙的陈设，我们要知道说，其实是左中、右谷。对，以神明的方向，主神面对外面的方向。现在观世音菩萨面对的方向是面对外面嘛？对，它的左边左龙右虎，左中右谷。那因此呢，我们现在这边看到的就是钟楼。它这里面放了一个清代同治年间的那个铜钟，非常的珍贵。到现在应该有100年历史哦。有，应该有接近，应该180年左右的。那这个平常就是祭典的时候会敲打吗？还是说现在已经没有使用？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寺庙啊，它会有一个那个运作模式，叫做暮鼓晨钟。对，暮鼓晨钟，它听起来就像是白天的时候那个敲钟嘛。对。那晚上敲鼓，
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但是现在啊，我们龙山寺的钟鼓楼还有在敲击的时间只剩除夕夜。为什么特地只有在那个时间敲？因为现在这个都市变迁的关系，那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尽量不打扰附近的民众，怕会吵到民众。对，我们要兼顾民众的权益啊。所以说我们虽然那个早课晚课啊，就是那个佛经课诵的时候还有敲钟击鼓，但是我们就改用正殿里面啊的那个钟跟鼓，就不会再用钟鼓楼的钟跟鼓，有个替代的方式这样子。那老师，我现在也有看到，就是我们龙柱旁边也有这个牡丹花，还有那个是杜鹃吗的这个柱体的部分。是。那像这个柱体的话呢，这种柱子啊，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雕刻花跟鸟，那这种柱子就叫做花鸟柱。花鸟柱。对，那原则上呢，花它是用牡丹花，因为牡丹花象征富贵，然后它来做一个装饰，希望信众能大家都富贵啊。原来有这个含义。但是那个鸟呢，就非常的特别，它鸟的品种基本上匠师的手艺如果高超的话，它是不会有所重复的。像在考主持人在上面有没有看到一种独特的生物叫做猫头鹰呢？猫头鹰。对，我们可以。我看到了，你看到了？我看到了，就在我的眼前。对，上面有一个那个肚子大，然后看起来很可爱的那个猫头鹰。对，所以说这个寺庙的这种装饰建筑里面呢，只要大家看得懂啊，就可以体会到它的美丽华丽之处。是，它其实有特别意涵。那猫头鹰也是一个很象征性的动物。对，像那个猫头鹰啊，如果说在那个西方，就是那个欧美国家的话，它象征的是智慧。智慧，开智慧。对，开智慧。那另外在那个龙柱跟那个花柱后面，上方有很多的牌匾，我看好像有些不是用木头，有些的那个材质比较特别，对不对？牌匾呢，它主要分成好几种的那种功能，其中一种呢叫做叙事匾，它会记录那个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跟这座庙的关系。那其中我们龙山寺呢，在正殿啊，它就有那个清法战争的时候。那个我们龙山寺曾经有派过民兵啊，去协助那个抵抗法国人，然后保护住台北城，免于被法国人攻陷的这个故事。所以说后来光绪皇帝他就赐了慈徽远印啊这一块牌匾，然后来那个感谢龙山寺的这个官绅啊，还有民众。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寺庙的柱子匾额它记载了。那个除了历史事件之外，它也记载了那个有关于产业的一个发展。那其中呢，我们鼓楼上面那边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柱联。那个柱联呢，那个可以看到那个金进兴啊，就是万华银纸工业啊，它进献的这个柱子。那其实一间庙宇啊，它一定跟香、金纸是有一些关联的。所以它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啊，这个工业它就非常的维护龙山寺。那直到现在呢，万华这边这个工业还是存在。所以其实也是记录了整个万华龙山寺地域上面本身的发展之外，也是人文迁徙，然后到这边来有一些宗教文化的信仰开始之后，然后这些商业行为慢慢出现之后，带动这边发展的一些历史的缘由，对不对？没有错。那像那个除了带动发展之外呢，它也会诠释有关于政府啊，或者是民众对于寺庙祭祀团体的一种感觉。因为像金进兴进来龙山寺护持之前，其实是另外一个单位叫做金宝兴。那金宝兴其实是万华的赌博工业。那日本人他们就觉得说，赌博工业怎么可以护持寺庙呢？那因此，所以说他们就把它除名，改由金纸工业来递补，来维护龙山寺这样子。原来有过去那么多的历史，我们今天没有走这一招，完全会不知道，不晓得，而且还有老师那么的详细的介绍，我们才知道。每次进来都是拜完，然后讲完自己要讲的事情，然后就离开了，根本不晓得哇，一间庙的历史文化人文这么多。对。那我们讲完那么多历史，是不是刚刚拜完了？对，要来去过炉一下，对不对？对，要来了解一下我们过炉的方式以及过炉的手势。走。对，那老师再麻烦你哦。谢谢。老师，我们过炉是用左手，对不对？对，没有错。好，因为民俗上我们习惯左进右出，那我们对神明有所祈求啊，那我们就用左手来加持这个物件。好，那我开始来。那老师，那我们绕的方向是顺着时钟，还是要逆着时钟？原则上我们四方这边的话是顺时钟，顺时钟3圈。3圈。那为什么是3圈呢？因为3圈其实代表的3
跟1比起来3比1大，那3又是阳数了，因为13579奇数属阳，那我们就用最大的诚心敬意啊，来那个向神明祈求。是，所以待会我们会左手拿着物件，然后顺时针在香的上面3圈，好，这样。好，然后再跟神明做一个感谢，因为没有神明的加持庇佑，就不会有这个顺顺利利、所求如愿的这个事情。谢谢观世音菩萨。好，那就可以带在身上。对，原则上就可以随身携带，那这个就挂在身上就好。好。哇，今天谢谢老师非常详细的解说，让我们知道说，龙山寺有那么多文化跟历史。感谢老师的加持，谢谢。感谢老师的帮忙跟解说。谢谢主持人，还有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畅畅，刚刚我们走完这样一整圈的龙山寺啊，你有没有什么心得感想？有因为从我们一进门，然后一直参拜到每一个殿，从主殿啊、后殿啊，然后再到月老那边，然后再回来我们三川殿这边做介绍。通常我们来拜拜就只会说希望这边的主神啊可以保佑我一切顺利平安，或求个财，然后上个贡品，然后就离开了。但是在这边，我们今天有请到这位黄老师，真的讲了很多我们都不太知道的知识。对，其实我自己也是有这种感觉，因为以前走进龙山寺，可能跟别人一样，只是好像来参观的。走进去你也不知道顺序要怎么走，你可能看上面的标志照着它走，照着它拜。可是每一尊神明，原来老师今天讲了，我们才知道说，它有不同的神旨的意涵，包含它整个建筑风格，还有它那个墙上啊，它的窗户啊，各种细节都是透过老师我们才知道。对啊，而且要透过这个信仰传达到我们人心，然后帮助到我们每一个人，而不是说安定我们的心灵。对，不是说来个拜拜，然后就离开了。那如果说我们回家也不做任何的努力，那也是徒劳无功。没错，他讲这句很重要，因为压着心压着灵嘛，你要拜神明，你自己也要努力，你没有努力，你要怎么去有好的生活呢？对，所以节目宗旨就是要告诉大家，自己也是要努力起来哦。虽然有神明的加持，但是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让自己事半功倍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起来哦。之后我们的节目会带大家一起来领略各地的宗教文化信仰。拜拜，拜拜。